好久不见，露西亚。虽然距离上一次露西亚集体鸦羽的出现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但她始终陪伴在指挥官的身边。露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或许都有各自不同的答案。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创作露西亚新机体和新故事时着重考虑的关键。我们该塑造一个怎么样的露西亚？不，应该说，露西亚在等你，而你会遇见一个怎样的她？露西亚陪指挥官一同走过了许多年，虽然期间数次更换机体，但她最核心的一些特质从未更改。在新版本的故事里，露西亚将会和指挥官一同回到黄金时代。正如过往剧情中所展现的那样，黄金时代是一个辉煌鼎盛的年代，科技和人文都处在巅峰。末日废土固然精彩，但偶尔战双也需要一点小小的调味剂。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过程，让指挥官还有露西亚都看一眼后世者们为之拼搏的未来。为什么而战？我们认为这是对于露西亚而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它的重要之处并非在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够清晰或者不够坚定，而在于不够真切。露西亚是一名出色的战士，她看重指挥官，但她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只不过露西亚并不会夸夸其谈，比起说，她更多的是做。我们希望这名与指挥官相伴依偎的少女能够挥出众人瞩目的一刀，将火焰这一代表了诸多含义的意象连接过去，传递现在，直至未来。那么，露西亚究竟和指挥官在黄金时代遭遇了什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各位指挥官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刚刚大家都知道了，在故事中，露西亚与指挥官回到了黄金时代。新机体的设计上也能看到许多黄金时代的影子。黄金时代不同于以往有帕米什的时间线，那个时候还没有帕米什的侵害，各种资源都比较充盈，没有材料的限制，工业水平也更高，所以黄金时代下的构造体都是偏华丽的。我们可以看到，露西亚试验的机械构造的部分要比以往的更多，而且不同于战双之前的构造体，比较暗色的科幻感。露西亚试验的整体都更加明媚，更加具有崭新的锐意。露西亚新机体的意象是吸光，正如黄金时代在整个战双文明进程的定位，它也成为了分割白昼与黑夜的那一抹光焰。现在的露西亚是走在贯彻自我道路上的战士，他始终是指挥官可靠的左右手，也是指挥官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所以即使他更换了机体，但露西亚也还是露西亚，从未有所改变。那么剩下的难题就交给模型老师啦。我最开始拿到设定时，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黄金时代的特征和露西亚的成长等故事通过模型来体现。那怎么办呢？在 3D 表现上面看来，需要发挥我们的一些小巧思了。首先是白色布料，对于不同区块，我们从明度、色彩倾向、质感等方面做了略微不同的调整，也调整了描线的轻重，用来配合表现更加丰富的层次。也就是说，我们做了5颜6色的白。然后最为重要的，我们给金属设置了有差异的质感，比如胯部和大臂上的拉丝效果，胸前金属上的镜面条纹，还有背部机械部分的光泽度差异。同时，背部机械建模也使用了更精细的小结构堆叠，在体积上也做了更多的层次变化，
使他们在保证整体统一的前提下，看起来也不会觉得单调乏味，尽可能的去表现出那个时代机械该有的样子。细看，能看到是有东西的。希望这些细节，指挥官在战斗时能有更深刻的体会。新露西亚的战斗演出中，我们结合了空战的独特机制及深厚的剧情背景，引入了太阳的元素。动作设计上，让露西亚能够灵活使用单刀和双刀，并在吸收太阳之后变得更加强大，进而打造出主宰战场的空中姿态。开启大招后的露西亚将传承幻影剑的力量结合新机体的攻击方式，对敌人发动连绵不断的攻击。而且新露西亚在战斗中保持了专注和理性对待每一个敌人的特点，在地面时，通过丰富的战斗技巧和力量去进行战斗，开启空中状态后会变得更灵动飘逸，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艺术就是爆炸。爆炸也是露西亚大招的收尾。露西亚开启大招后，她飞到高空中进行蓄能。为了体验向上飞行的高度，我们设计了穿过云层的效果。露西亚穿破云层后，飞到天上太阳的位置，可以与太阳在视觉上产生联系。这里露西亚悬停一段时间后，冲到镜头前需要做更多的变化，作为接下来攻击的提示，所以就加上了日食的过程。当露西亚正好飞到太阳中间的时候，日食正好到时辰阶段，但此时动态上还是不够，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干脆让整个宇宙为你闪烁吧，露西亚。不好意思，串台了。让整个天空为露西亚发生变化吧。随后顺势下落，踢向地面，最后再来一个强力爆炸进行收尾。强化状态下，我们给露西亚加入了亮红色的雷电元素，与圣洁优雅的火焰对冲，使得露西亚的攻击和技能看上去更具威胁。在爆发态下，我们还保留了黎明的特色，新露西亚能够随意的在技能释放中穿插幻影剑的效果，让露西亚的视觉表现更加饱满。所以露西亚即使更换了机体，但是我们希望指挥官依然能从他一些细腻的未曾变化的小习惯中找到过去的影子。陪伴是最坚定的誓言，心意是最炽热的火焰。它陪了你很多年，在废土上并肩，在末日中相携。露西亚在指挥官这里得到了太多，那指挥官呢？有从露西亚这里收获支持亦或感动吗？哪怕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也好。无论你何时侧身回首，露西亚她都在这里。